拿一块铝铁硼磁铁，把它靠近老鼠，你猜会怎么样？仔细看，老鼠竟然在远离磁铁。好，那我们再看一个有趣的实验，在1997年的时候，科学家做了一只反重力青蛙，这只青蛙在螺线管中悬浮了起来，完全无视了地球的重力。这在青蛙的身上没有任何其他的装置。那你说科学家是如何让青蛙悬浮起来的？答案就在那个特殊的螺线管上，因为里面有非常强的磁场，正是磁场的作用让血肉之躯的青蛙飞了起来。那这个磁场强度到底有多大？那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做个对比地球的磁场强度是30微特斯拉，也就是0.00003特斯拉。一块普通的磁铁的强度大概是0.001特斯拉，铝铁硼磁铁的这个磁场强度大概是1.4特斯拉。那实验室给青蛙提供的磁场强度达到了16个特斯拉，相当于普通磁铁的1.6万倍。其实不仅是青蛙，万物皆可悬浮。你看，科学家还悬浮了一滴水，还举了一个例子这次真的是举了一个例子，对吧？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可以在磁场中悬浮起来呢？其实这利用的就是物质的抗磁性。那在生活中所有的材料可以分为3种铁磁性，对吧？顺磁性、抗磁性。那不管是哪一种材料，它们的磁性主要和原子最外层电子的多少以及如何排列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每一个电子在自旋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一个磁矩就像是一个南北极的小磁铁是一样的，这是物质产生磁性的一个关键，对吧？好，那下面我们说铁磁性的东西，这个大家都知道，铁磁性最典型的代表当然就是铁了。它的原子轨道内部的电子的数量是成对的，而且自旋是相反的所以磁矩就抵消掉了。但是铁原子最外层的电子是奇数，它不成对所以就会表现出一个微小的磁矩。在没有外来磁场作用的时候，所有铁原子最外层的电子的排列是随机的，所以磁矩就抵消掉了。所以一块铁它是没有磁性的。但是当给铁施加一个外磁场的话，铁原子最外层的电子就会在磁场的作用下排列得非常的整齐，指向同一个方向。那么这些微小的电子产生的磁矩现在都叠加在了一起，所以整块铁就变成了一块磁铁。这就是为啥当我们把铁靠近磁铁的时候，不管是磁铁的南北极它都可以吸引铁。当我们把铁靠近磁铁的北极的时候，电子的南极就会被这个磁铁吸引，北极被排斥那么相反的，当铁靠近磁铁的南极的时候，那么电子的指向就会颠倒，对吧？这可以理解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长时间把铁放在磁铁上，铁也会被磁化的。因为外磁场可以让铁原子最外层的电子指向同一个方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电子的指向又会趋于混乱，那么铁的磁性也会消失的，对吧？那下面我们说顺磁性顺磁性材料会表现出一个十分微小的磁性，代表的材料就是铝、氧气，对吧？还有铂。顺磁性材料跟铁磁性材料有相似的地方，它们原子最外层也是一个电子，也就是奇数不成对，也有这个磁矩。但是顺磁性材料它的原子最外层的电子会与邻近的原子最外层的电子配对的，就会抵消掉磁性。那么在施加外磁场的时候，这些已经配对的电子就不那么容易发生偏转了，但是也会偏转就是不那么容易偏转了。因此这种材料只会表现出非常微小的磁性，但也是可以被检测到的，对吧？那最后说下抗磁性。抗磁性从名字就会看出来，它产生的磁场总是和原有的磁场在发生对抗，也就是说是这个方向是相反的。这种材料非常的多包括稀有气体、非金属以及少量的金属都是抗磁性材料。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木头、水、任何有机体这些都是抗磁性材料。比如说你把一片木屑放在水面上，然后用磁铁靠近这个木屑，你就会发现在磁铁靠近的时候，木屑会被推离的这就是抗磁性。那么抗磁性材料的原子最外层的电子它是成对的从单个原子来说，它完全就是磁中性的。所以说给这种材料的原子施加外磁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对吧？那么问题是强磁场又是如何让抗磁性材料悬浮起来的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对吧？也就是说青蛙为什么会悬浮，老鼠为什么会远离这个磁铁？因为外加磁场可以让原子的电子在运动的时候产生一个感应电流，绕原子运行的微小电流就使得每一个原子变成了一个微小的电磁铁，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电磁感应现象，对吧？它产生磁场的方向总是和施加在原子身上的磁场的方向是相反的，
因此抗磁性材料就表现出了抵抗原有磁场的能力。其实任何的物质都会产生这个抗磁性啊，只不过是铁磁性和顺磁性材料的这个磁场力已经完全的这个抵消掉了它的抗磁性产生的磁场力，对吧？当然这个青蛙和老鼠就是抗磁性材料，把它们放进强磁场当中，青蛙身体内的原子就会产生感应电流，并且产生磁场，这个磁场总是在排斥原有的磁场，对吧？如果施加的磁场足够大的话，就可以抵消掉青蛙的重力，让青蛙悬浮起来的。那这种悬浮跟空间站上的悬浮是完全一样的，这就说明我们可以在地面上利用磁场建造一个失重的环境来研究生物体失重环境下的表现。那你说把我们人放进强磁场中会怎么样？其实和青蛙的效果是一样的，我们人体也是抗磁性材料，我们的原子分子也会产生微小的感应电流，进而产生微小的感应磁场，和原有的磁场对抗，人体也会漂浮起来的。但是区别是我们人非常重啊，所需要的磁场强度非常的大，以人类现在的能力来说，还无法创造出能够把人托起来的磁场，对吧？但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啊，万物皆有磁性啊。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赞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